海神教如今已经不需要他做什么，有一套神识的选拔和培训机构。熊灵力的父亲熊老三如今也得了不少寿元，又有功德护身，这让李长寿暂时不用多操心海神教之事。至于海神教改名，还是算了吧。一转眼自己就要从水神晋升为星君了，待自己功德金身圆满，这海神教就交给龙族打理吧。李长寿的本体悄悄地归于小琼峰，看脸正在地下密室中感悟修行的灵娥，便去了书房之中整理仙盟与临天殿之事。这一低头就过了3、5日。这一日，李长寿的传信玉符轻轻震动，却是白泽按他所说赶回临天殿后，给李长寿一个回信报平安。李长寿离开碧游宫时，金翅大鹏鸟便被他打发回了天庭水神府，白泽自行回返3000世界藏匿。毕竟是老瑞兽了，实录这一块自是相当的专业。伸了个懒腰，李长寿心底微微一动，想到了敖乙他们在地府超度怨魂，便开启了丰都城中的小判官指导人。仙念扫过，发现敖乙、卞庄、灵珠子还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念诵经文。卞庄这个家伙进步挺大嘛。稳妥起见，还是通知灵珠子暂时离开吧，避免跟敖乙多接触，免得日后真的反目成仇时更难过了。李长寿刚要仙识传声，仙识的波动都已经飘到3个人耳旁了，突然听卞庄道：大哥三弟，咱们超度完了此地，可要去个好去处耍几日，也好庆祝咱们一结金兰的事儿。敖乙哼了一声：去我家中，莫要想着拐三弟去你家。这不是我家更有氛围吗？对不对，三弟？灵珠子在旁边憨憨的一笑：不是，三弟。李长寿站在丰都城有些昏暗的大街上，整个纸人被黑线吞噬，禁制几乎陷入了凌乱。这哪吒的故事怎么搞啊？难道要跟龙族友情切磋，还要上演我当年尚未成仙时跟敖乙的巅峰对决？算了吧，随便吧。哎呀，还是想想提前退休什么的，早点脱身吧。摇摇头，李长寿转身飘远，满脸的生无可恋。知了，知了。日将迟暮，壮实的樵夫扛着大捆木柴，腰间别着2只野味，一把铁斧，迈着疲倦的步伐走到河边，突然就顿住了脚步。怎么多了一座木桥？这樵夫嘿嘿一笑：嘿嘿，倒是能省2步路。言罢，他迈着欢快的步调踏上木桥，不自觉腰间的铁斧突然滑了下去。哎，洒家祖传的斧头！樵夫着急的大喊一声，将木柴放下，立刻就要扒衣服跳下去。正此时，河水之中突然就泛起了一层金光，身着儒雅长袍的清秀男神缓缓探出了半边身子，左手酝酿金光，右手闪耀银光。愚蠢的凡人哟，我是本地河神，你是想要我左手的金斧头呢，还是我右手的银斧头？又或者是这把你祖传的木斧头呢？那樵夫愣了一下，看看金斧头，看看银斧头，喉结上下晃动了一下。我要我祖传的。河神眯眼笑着，手中的3把斧头突然消失。本神突然改主意了，这是你的新斧头哟。一把白光闪来，稳稳地落在樵夫的手中。樵夫定睛一看，却见手中多的这一把斧头腐烂的长木，上方用草绳捆着一只巴掌大小的石片，哗的一下，樵夫把手中的石斧一扔，一个猛子扎入河水之中。河神你奶奶个腿的，老子跟你拼了，把我祖传的斧头还给我。毕竟咱又不是什么恶神。于是河神和樵夫
开启了愉快又幸福的生活。师兄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怎么不喊我一声？小琼峰丹房中，灵娥化作一缕青烟自角落中飞出，还没有恢复真身，就满是欢喜地喊着。正坐在丹炉前思索要不要整一尊灵宝丹炉的李长寿，闻言不由愣了一下。你能一眼认出为兄这是本体？灵娥眨了一下眼，眸中带着一点小忐忑，双手背在背后，小指轻轻地翘着，小声问：不能看出来吗？倒不是这个。李长寿摸着下巴沉吟几声，他此时正是用了反套路的思路，在周围布置了一些指导人，并将本体光明正大的摆出来，且伪装成像是指导人的本体。假如遇敌遭袭，他本体还可以瞬间化作破碎的纸人，或者是将本体躲藏在纸人燃烧过后的灰烬中。虽然此时刚回来几日，涂老大和塔爷还没有回去，但是多一手防备总能够多一份安全感吗？这里的空气可是洪荒的空气啊！灵儿，你是何时认出来的？这能说吗？这要说出了我的技巧和办法，以后岂不是分不出指导人和师兄本体了？那今后我想要实现一些激进的感情升华计划，找错本体怎么办？感觉吧，大致的感觉。或许是对彼此太熟悉了。李长寿认真地嗅了嗅，含笑摇头。罢了，你能认出来也是好事，不会被人轻易骗了。言罢，继续低头思索新的方案。灵娥的柔体拍拍胸口，在旁边凑了过来。她穿了一身浅粉渐变葱白的罗裙，光洁白皙的脖颈散发着柔光，那张随着修为境界提升而越发灵秀灵动的俏脸，仿佛一捏能捏出水来。灵娥犹豫了一阵，鼓起勇气小声问：师兄，有件事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下？说就是了，怎么还要商量了？灵娥点了点脚，一时之间却说不出口。李长寿故意问他：莫非是想出去转转了？趁着老师还没有收回几样宝物，想去哪儿，我可以护送你出去走走，但是不可惹是生非。但凡有一个是字，3000遍稳字经就有着落了。灵娥忙道：不是啦，现如今大劫来临，出去太不安稳了。可以，这很受。李长寿顿时安心了下来。那是怎么了？这不是……灵娥轻轻一叹，主动的坦白从宽，如实招来。他被师父带回渡仙门之前，也是3000世界之中凡俗权贵家的子女。入山修行之后，便与绝大多数渡仙门弟子一般，与家中断了关联。他家中兄弟姐妹颇多，姨娘就不知道有几位，人脉关系错综复杂。正因此，父母不用他回去孝顺送终，故灵娥并未返乡。但是前几年，灵娥收到了一封家书，才知她有一位沾亲带故的表姐也拜入了仙门，因资质出众，修成了真仙。听到此处，李长寿笑道：呵呵，这也是好事啊，你亲朋好友修行得仙人道果，你也能多一个交心的道友了。灵娥小脸一黑，嘀咕道：切，莫提了，我这表姐性子有些不妥，她自小就没少捉弄于我，抢我吃食，还用水泼我刚得的小裙子，还拉着其他几个同龄的孩童，不让我与他们一同玩耍。哼！李长寿嘴角微微抽搐，呵呵呵，童年的阴影当真是不可低估啊。灵娥又叹道：咱们渡仙门的规矩，各位执事每过一段时日，就会去弟子们家中拜访弟子父母。我在渡仙门修行之事，家中也都知晓。那表姐之所以几年前主动联系我，
应是因他春风得意，与3000世界一方大势力的少主结成了道侣，又拜入了一位截教仙人门下做记名弟子。我一直都未给他回信，他上个月又派人送来玉符，说要来渡仙门中看望。我看啊，他就是要过来卖弄炫耀，想看我过得不如他好。莫要这般揣测旁人，更何况还是与你有亲故的表姐。师父不在了，你我算是相依为命，你也是小琼峰当家做主之人，这些事其实不必问我。你家人来访，这是难得的好事。他们何时过来？应该就在这3、5日。灵娥有些不安，小声道：师兄，我不想让他们来吵扰你。无妨，此事你完全可以做主。你想让他们进来就让他们进来，不想见他们就去找掌门，暗中打发走了便是。莫忘了，你如今是太清圣人老爷的记名弟子。灵娥顿时一阵纠结，想了好一阵儿才道：要不我就在黑池峰招待他们吧。哼，这个丫头嘴上说着嫌弃，心底应当是挺开心的。虽说是儿时的损友，但终究是有一份血脉牵连在，以后若是能多走动，也是一件幸事。李长寿其实一直担心灵娥在山中闷着活泼的性子就闷坏了。最初他们师兄妹没有几分实力，自是朋友越少灾祸越少。时至今日，李长寿会继续用稳字经约束自身，但是灵娥倒是不必了。由他可能产生的扰动上限已经完全在李长寿的掌控之中，故对灵娥而言，多交一些朋友总归是好事。李长寿叮嘱道：稳妥起见，就在黑池峰招待吧。我稍后就将小琼峰各处封闭，也会请涂老大他们多待几日。记得让灵力提前准备几只罕见的灵兽，也可以请9字辈的师叔来帮忙布置，或者是找刘燕儿师姐他们一同聚聚。还有，别忘了喊上九羽师师叔一同热闹一番。他总是闭门修行，也少外出走动。知道了。灵娥的小手贴在身侧，像是2只小翅膀般轻轻扑腾着，喜滋滋地道了一句：谢谢师兄。去忙活吧。李长寿笑着摇了摇头，再叮嘱下去，我当真就要成为唠叨老道了。我去做些点心果羹，等会儿送过来呀。言罢，哼着小调，驾云离了丹房。李长寿简单炼制了一炉恢复元气用的6品灵丹，保持一下炼丹的手感，将炉火熄掉，仙识在门内蔓延，看了一眼在仙灵峰上的仙生百态，将仙识落取丹顶峰。万长老渡劫过后一直在闭关，自己此时倒是不便去贺喜。李长寿心底问道：太爷，你们何时想回到老师身旁？2道灵觉同时回应：其实老爷不糟，咱一直跟在你身边也没事儿。太爷淡定地回着，太极图却道：你如今道行未成，道境未满，也不宜多依赖我们。不错。我且检查了各处，待灵娥的亲戚走后，就送各位回太清观。几件重宝同时默声。小徒弟的性子他们是知道的，行事周全，性命最重，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稳字。但稳到这般地步，确实是他们没有想到的。灵娥小师妹的表姐，3000世界仙道势力的儿媳，一听就是花灵石搞来的截教仙记名弟子名额，需要太极图、玄黄塔、乾坤指、验光旗同时待命提防。太爷嘀咕道：回去肯定被老爷随手给封了，还不如跟小徒弟自在。小徒弟，你之前怎么做到的？云霄那丫头都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，只差一点，你就你再传咱几招呗，让咱也跟金斗妹妹拉近点距离呀。乾坤尺吐槽：哎呦，你个老色鬼啊！太极图也道了一句：不正经。灵宝交友这一块，李长寿还真的是不太熟，毕竟上辈子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呀。
而且就他对云霄性子的理解，此前那么好的机会都没能进一步发展，后面肯定是几十上百年躲着不见。哎呀，那个坏事的啰嗦鬼！悠悠一叹，李长寿听着心底几样重宝对太爷为宝不尊的批判，去了门外摇椅，悠闲的闭目凝神。天庭中逛一圈，发现金翅大鹏鸟正在操训水神府的天兵天将，李长寿颇为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才是成熟的法宝人，烟溜活啊！哎，他找人吩咐下去，又腾出了一处小院落，作为灵珠子归来后的居所。至于那天庭3仙客，稍后是去龙宫庆祝还是去天涯阁搞消费，李长寿当真是懒得管。有敖乙看着，自不会真的让灵珠子乱来。变装就算了吧，毕竟是要成为二师兄的男人嘛，总是压抑着他的天性也不太好。敢在天庭惹事儿，我就把他给嘎了。李长寿微微睁开的双眼之中，有金光几次闪烁，幽冥界中念咒的变装禁不住打了2个冷颤，弱弱地看了眼四周。水神府中住的人也渐渐多了，从灵珠金鹏到有琴玄雅，大有小琼峰第2的架势。